Hello，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我们这一期啊，这个主题叫做杨紫否认操控黄圣依，然后麦琳呢只知道关心李行亮飞得高不高啊。这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个游戏啊，就是一个关键词，然后几个人说出这个关键词，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叫什么？操控。操控。首先这个词儿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对吧？然后男生呢就抽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大家集体看向了杨紫，然后女生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就集体看向了麦琳。操控，操控，你们觉得我操控吗？还好吧，没有，有什么说什么，你不要说完这个心虚，然后开始低头喝水好吗？麦琳就问其他女生啊，我强势吗？我操控李行亮了吗？然后葛西就说啊，没有，然后战术性喝水。麦琳说啊，你们不要这个呀，你们就跟我说点实话，对不对？然后黄圣依还可以啊，黄圣依就告诉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强不强势、操不操控的问题，就是看你对谁，在某个角色上呢，你就是有点小作，但是遇到李行亮这种就是闷葫芦这种性格呢，你就变成了大作，对吧？麦琳说对，就是我们这个点啊就没对齐啊，对的是有点稍微不和谐。如果说我减掉几分，然后李行亮多增加几分的话，那我们就会婚姻关系就会变得更好。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强势的性格和形象，只是看你对谁，在某个角色里面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小女人、小作啊那种移情的状态，但是因为亮子的性格就变成了大作，都被你凸显出来了，你懂吗？然后镜头就转向了这个李行亮，李行亮就说，他也否认了这个麦琳操控自己，但是他说了一个点，我其实还挺有感慨，就是说麦琳呢只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到具体用什么方式飞，或者是飞得累不累啊之类的，他都不太关心。我觉得我老婆对我有强势的地方，但我没有觉得这个能够上升到有操控这个词。她的很多的出发点是希望我更好，她希望我飞得更高，她不关心我想不想用这种方式飞，用这个方式飞我开不开心。但我觉得这个远谈不上操控。其实这也展示了这个三对中年夫妻的一个现状，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演艺圈，对吧？演艺圈是这个样子，你到了中年之后，真的是最后一搏了。就是像那个关心李行亮也是，李行亮你现在40岁，然后你还有粉丝，你还能上演，对吧？你整体的形象还是跟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但是你50岁呢，对吧？50岁你站在台上唱歌，究竟还有多少人喜欢你？就包括年轻人都不知道你了，对吧？不会有人给你买单了。黄圣依也是中年女演员，对吧？你现在40岁，你还能拿到大女主，还能拿到女一，你到了50岁、60岁呢，基本上很少。我们看现在的影视剧，很少有年纪那么大的，她可能只能当配角，对吧？也很难拿到女一这个东西。然后呢，你葛西对刘吉手也是，刘吉手你现在就是搞笑也好，对吧？低自尊也好，然后去故意的这个自嘲也好，然后还有一些中年的男粉丝，你原来的这些粉丝可能还能围着你转，对吗？能为你买单。你年纪再大呢，就大家都去带孙子去了，都去这个退休生活了，对吧？还有多少人能为你现在的这种形象去买单呢？我觉得也是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现状就是这样，包括上次那个陈道明是吧？陈道明说什么来着？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现在有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对，就是他其实演技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主流的这些剧本已经没有再有这个年龄段的这种东西给他去演了，所以他经常为了就是自己能够不要在演技上有生疏，他也会去揣摩年轻人演戏的方法，所以他也经常会去参演一些就是新的一些都市剧里面的一些配角。这也是他的一个现状，就是他其实是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老艺术家行列的一个人物。咱们就看那个葛优嘛，对吧？葛优近几年主演的这些电视剧就是电影，哪有一个能火的、能起来的？没有。大家说因为啊你接的戏烂，他其实就是现状就是这样，他接不到好戏了。他现在有剧本能叫他去演男一，他差不多的话看差不多就会去演。但是问题是。有多少观众还想看葛优跟舒淇在谈恋爱呢？是，这个点已经过去了，这对吧？你跟葛优同年纪的，原来年轻时候一直跟过来的粉丝，都回家带孙子去了，对吧？我还看你在这个电影屏幕上谈恋爱，
那年轻人又慢慢的就不知道他是谁了。你看他是主演的话，那可能，哎呀，咱谈恋爱就不认识这是谁，然后咱们就不去了，我们去看看什么，对吧 ？TFBOYS 啊，这个小鲜肉啊，还有比他们更年轻的这些，对吧？偶像啊，这些又长得帅又长得漂亮，对不对？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影视圈的或者是演艺圈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黄圣依说呢，怎么说的呢？就是杨紫在说服这个能力上，这个层面上是非常有能力的。由于我这个不太坚定啊，是吧？经常就被他容易说动啊。然后麦琳还夸他，就是说，今天你表现的就非常好，今天你不愿意跟着杨哥走，对吧？然后你就用个反方向的去围着那个护转了。然后你也说你的合约啥的，现在都要经过你自己的审核，不是再是杨哥给你接啥你就演啥了，是吧？不是很坚定，然后会容易被说服，因为对方可能是太强了，就在说服这个层面上来讲，今天有做到是吗？你跟着我走。我走那边吧，你走这边，因为根本不想去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老是在用你的方式去有合约精神。但是问题是很多合约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签了，但现在没有了，现在每一份都是会经过我的核实的。镜头又转到了杨紫。杨紫说的这一段呢，其实我想了半天，因为我看了好几遍，我慢慢的能看懂他在说什么东西了，对吧？虽然现场那个李行亮和刘吉手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慢慢的能看懂他是什么意思啊。他否认了这个操控这件事，否认了操控黄圣依这件事。杨紫就认为恰恰相反，就说黄圣依啊，你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你控制了全局，掌控了全局，对吧？因为那个目标才是一个全局。然后我听到这个事儿呢，我就尽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尽力的去配合你。你不想直播，那么咱们今年其实就直播了4场，对吧？然后你想演什么音乐剧也好啊，这个话剧也好，我都尽力的去配合，去给你联系，对吧？那怎么就变成了我操控你呢？或者说在观众朋友们看来，怎么这还算我操控你呢？他就说我现在都没有怨言，是因为我的长相吗？长得比较老吗？我觉得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们俩和圣依真实的地位，就真实的感觉他在控制全局，也就圣依所提出所有的建议和要求，包括他的理想目标，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今年他既然不想直播，播了也就4场，他想演话剧，演了几个月话剧，去年想演音乐剧，就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是全力的配合、赞成和支持的呀。其实咱们想讨论一个生活化的场景嘛，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哪天告诉我，你说老公，我今年想去那个地方旅游，那个目的地，我看了好几年了，那个地方特别漂亮，但是你也没有要求我说一定要安排你去，就是你只是说跟我说了几句，就是说咱们看看有没有时间过去，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进去了，我说哎呀，我老婆想去那个地方。然后就赶紧打电话给朋友，然后就查，上网各种查，就发现呢，有一天呢，我就告诉你，老婆，咱们就那个时间段去，因为那个时间段那个地方风景最好，然后这个可能海鲜最好吃，水果最好吃，然后你告诉我说不行啊，我那个时候我得上班啊，我说没事，你就请年假，对吧？你就是那个想办法跟你领导好好说一下，我们就那个时间段去，因为那个时间段就是风景最好，要错过了今年可能就得明年了。是吧？然后我说，那我们就坐飞机去。但是你说我不想，我想自驾游去。我说老婆不是这个样的，因为飞机最便宜、最有性价比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再去租辆车。对吧？我就给你安排了种种细节，但是这种种细节呢都没有到你的心趴上。但是我也做了，就是我安排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目标呢也是你给我的。所以说。这个样的话，在生活里边算是我控制了你，还是你控制了我呢？如果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目标，并且这个目标，你看像你比如的这是玩的这种事情啊，从原则上，我个人我会很愿意去跟随。我一般就是我不操心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否定别人操心的成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工作的话，比如说工作项目，比如说我今天给自己定了我要拍几个视频。
然后你早上可能6、7点就爬起来，就是啊，你该起来写文案了啊，你再不写不行啊。你看你有没有看那个话题有没有找对呀？啊，热搜词对不对啊？就开始就督促我，一天的不停在我脑子旁边轰轰的说，我就会觉得你在操纵我，我会闪回到我的童年的阴影，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对吧？哇，妈妈给你报名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啊，然后他就疯狂的督促你去做这个事情。结果是好，跟杨子是一模一样的，结果是好的，对不对？为你的目标也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最后的结果也是我达到了自己的期许。但是，心里不高兴，就会不高兴，而且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会发现慢慢的，我对我的目标越来越缺乏这个内驱力，我会觉得总是需要别人来敦促我，等着别人敦促我，所以你会发现黄圣依就是越来越懒，等着他来做拍板做决定，也懒得跟他辩驳。就说2句，争取2句，不行，那算了吧，就这样吧。就人就是会这样子的，就是会变得越来越懒，人都有惰性的，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好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就是让黄圣依不自己都说了吗？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向你求助；当我没有向你求助的时候，就表示我能摆平。就好像咱们剪视频一样，就是你有时候会说，你看我2个小时、3个小时就搞定的事情，你怎么要通宵呢？你怎么3、4个小时、5、6个小时都搞不完呢？然后我就会说，我慢，但是你让我慢慢来，我慢慢学，我剪不好，我多剪几次就好了，我慢没关系，你让我自己做这个事情，其实你就能撒开手做好，不会一直像如果是像杨子，我就能想象他，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地方不好，怎么样，他会一直在指导你，这就是我觉得黄圣依烦的是这个点，而且。他真的是很执着，你看，比如说看星星那个事情，包括走圈，他哪里没妥协呀？最后结束又陪着杨子走了一圈，他一定会达到自己的那个目的的，这还不操控吗？对，这就是这个例子，其实就跟我说的那个去哪个地方旅游一样，就是我不停，你不想去，我就不停的跟你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坐飞机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就给你推荐，就一直把你说服，对吧？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后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紧张，紧张。现在杨子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他在时时刻刻都在很紧张，为什么呀？就是他怕解释不清楚了。我觉着我这个也是最后一次上一个就是这么深度探讨婚姻的一个节目了，对吧？黄圣依如果不替我去给大家解释我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就以后就是百口莫辩了，就观众朋友们也不理解我了。他在紧张这个事儿，我紧张在，我怕观众不了解我，但我又怕观众呢太了解我，我紧张。这是我认为是我最后一次这么真诚的袒露心扉的机会。圣依如果不帮我解释他所知道的真相和我真正的做人做事的方法，可能我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其实这个事儿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他在紧张上不了热搜了。我都这么抽象了，怎么还不行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紧张，我倒是真的能理解这个点，就是你说他说我既怕大家太了解我，又怕大家不了解我。对，他其实是说我希望大家了解的是我希望你们知道的那一部分的我，我不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可千万别再深挖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点吧，就是他想要展示的那一部分，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或者是其实就是一个外壳，像一个包装精美的一个外包装一样。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希望你购买了才可以。就是他到达这个程度，比如说他要宣传的是他的一个知名度，他无论演戏，包括现在参加综艺，他无数次会说到天珠的这个问题。这就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就是他要销售宣传他的天珠。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商人，他是很知道他要什么，他时时刻刻的内核是非常准的，这一点是黄圣依应该向他学习的。我都不知道黄圣依来这一趟他自己想干嘛，黄圣依想干嘛我没看出来。配合杨子吧，他两个就是一商量，因为其实年初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个热搜，有一个新闻，就是他两个直播的时候。人家那个商家呢，给他们准备了100多万的货，但是他俩直播只卖出去1单，就是最后呢，就是那个商家就报警了，就说，当然最后就证明跟那个杨子跟黄圣依也没有关系，因为合同不是他俩签的，他俩去了之后呢，就是他俩所在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公司跟那些商家签订的一些合同，
他俩也不知道，但是去了之后，但问题是他俩知不知道这个事对观众来说不重要，对，重要的是知道了你俩从那里卖货，卖不动，然后卖不动，只卖了1单，对吧？这个事其实对他们的名气伤害很大，就是说觉得这两个人虽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你流量是在无限的往下掉的，有可能掉到了他已经没有多少的商业价值的一个程度上了。所以说他俩很着急啊。但是卖货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杨紫按理说他做直播间应该是很知道的。卖货这件事情卖的好不好，真的跟这个卖货的人的这个是否是演员，或者是他的演员的咖位足不足够大，其实关系不大。你会发现卖货卖的好的一些人，他还真不是黄圣依，一看就不是一个能带货的人，你能感觉出来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反而 Papi 酱啊，对吧？我觉得连后备层都能带动，但是我觉得黄圣依不行。麦琳都没准能卖呢，麦琳可以卖个什么熏鸡之类的。他俩是陷入到了一种自我的逻辑中去。哦，对，因为这个卖货，其实大家就是你看卖的好的，他就是专业卖货的，对，他自己要把控这个产业链，很重要，然后进货的渠道，然后去谈这个空位费啊之类的。但是杨紫，我感觉他应该没时间去谈这个嘛，黄圣依应该也没时间，就是他俩只是被安排。就是安排他俩，你今天晚上有场直播完了，然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就出去要谈别的合作也好，干嘛也好。但是下一次可能就是又有人打电话说你俩快来吧，这没流量了，对吧？然后他俩就又去了，甚至他俩也说过，就是那个卖出1单那个事件中，杨紫也出来说过，就是我去之前我都不知道卖什么，就是现场这些没有准备，别的工作人员递给他们什么，他就卖什么，他什么特性啊？什么东西什么价格他都不知道，就是现场后边有人拿着板子告诉他这一单要卖39.9块，然后这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他拿起来他就从那卖，但卖不出去，好难呀，就这也很正常，对不对？因为你压根儿就不是这个专业的，你在你自己的直播间拿着黄圣依那个号在直播，其实主要也是收割粉丝了，基本上。而且像向太之前也卖过一些比较廉价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也会粉丝们也会有点不买账，就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不是你能用到的一个东西。你需要我们去宣传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肯定自己都没有底气，你自己都不敢尝试。就像之前说某人是那个卖燕窝自己都不尝的那种意思，就很多人我觉得卖货一定要跟你自己的这个消费水平差不多点，比如说他卖天珠就可以。因为他就玩这个东西的，他就很有说服力。你要他卖一个那种9.9块的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除非他用，你让麦琳去卖熏鸡，他肯定能卖动，他不可能，很重要。那么多商品，他怎么可能全用过呢？没用过，但是你得有说服力，所以就有的东西就会卖不动。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吧。就是卖不动。他们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明星直播主要的问题就是卖不动，就可能看的人挺多，然后卖不动，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压根儿就不熟。你去了之后，你包括向太的那个他带货的那几场，我也看了一下，对于工作人员拿给他的什么东西，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对，就是他临时可能就工作人员打电话说你今天晚上来直播，然后这个就是宣传，然后拍个短视频宣传，他就去了。今天晚上带什么东西，这个多少种商品，这是商品分别是干什么的，价格。就是都是现场有人就在告诉他，所以这怎么可能卖得动呢？对呀，所以我说就是他们这个方向其实有错误，但是他们可能也不是要走这种专业的直播带货的这个路线啊，可能就是割点韭菜然后就走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后续的这种一直在卖货的这种目标吧。我觉得他俩的目标不是这个。我感觉杨紫对于就比如说操控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就定义为我定的目标？比如说你说操控这个词让我想到一句话，很早一句话，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其实我觉得杨紫才是那个舵手。就是黄圣依说今天我们要去从这里出发，从 A 到 B 这个地方去，但是呢，杨紫呢是负责去掌舵的这个人，他从 A 到 B 可能可以绕过 C 走过去，也可以绕过 D 走过去，但是想怎么走是看他来走，反正能到 B 点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其实他们俩都有不同的理解，他觉得是我到你心里要的那个结果，我给你了一个你要的结果，就是你在操控。但这我觉得好像不是就是他的那个，就像杨紫，就像那个把自己自封为那个掌柜，我觉得他倒是像一个 CEO。然后
黄圣依呢，像那个背后的董事长，他其实可能我只要一个赚钱的结果，然后至于你怎么赚，用什么项目赚啊，由 CEO 来决定。但是杨紫不觉得，你老板就是操控，所以说他就是觉得黄圣依适合当一把手，他适合当二把手辅助他们，不在节目里边也说嘛，也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杨紫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啊，他觉得黄圣依 PUA 自己，然后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观察室的嘉宾啊之类的说杨紫 PUA 黄圣依，他俩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谁 PUA 谁呢？如果或者说我们换个说法，就比如说你说出来去一个旅游地，目的地，然后你告诉我多好多好多好，然后我毫无反应，就是你过上半年了，你这发现我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就是跟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他是很主动嘛，主动给你安排，你就是人们都说他叫操控。然后如果说他完全就我都没听见，我也不主动，我根本压根儿也不可能说是就陪你去，或者给你安排什么东西。那你觉得这样好吗？我觉得因人而异。就比如说像黄圣依这种性格，包括我自己这种性格，我觉得就是属于别人安排好了，我是可以去做的。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跟你的那个可能经历有关系，对，就是你的，比如说你家里边父母对你比较严厉、比较有强势的那种情况下，你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安排，而且这种被安排，你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可以，其实真的挺偷懒的，就是我只要按照一个简单的形式去执行就好的那种情况下，我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出去玩这种，我只要接受就是不要太累，不要累到我爬不起来的那种程度，就是基本上我都可以。就你全程我听安排，我是绝对不会去说一句不乐意的话的，因为我没有出力嘛，这个中间我只是跟随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我是能接受的，但是因人而异。我觉得黄圣依其实目前来说，其实他也是可以的，他没有不可以，他这么多年他都可以过来了，他挺自洽的，对，他挺自洽的，就是观众为他不值吧，就好多人看。那你说的另外一种极端，是不是有点像刘吉手跟葛西这种情况？就葛西说一个什么，刘吉手说就没有反应的那种。对。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可能后者我就不太能接受，我不能接受任何没有就是没有反馈的沟通。我觉得哪怕我就是那种就是不能接受那种冷战的那种人，就比如说李行亮他们说到冷战能接受几天，李行亮和麦琳是最长的，其他的他们都是必须一天不能隔夜的那种嘛。就是我也是这种，我不能隔夜，我都睡不着，你还想睡觉，你想什么呢？就是那种想法，就是我宁可吵架，就是一定要有沟通，有效的沟通，无效也没关系，把情绪发泄出来也行，但一定不能是憋着。我觉得憋着在我看来就是最后的结果就会特别不好，反正而且我也憋不住，就属于这是能力的问题。就是你看啊，这个杨紫跟刘吉手在这方面啊，至少两个人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对，不一样的风格的不一样的性格的人。然后就会有人说啊，那你就是你不能差不多点吗？就是说你也不要走两个极端，你别太热情，也别太躺平，就是那就是李行亮。李行亮有些事他是愿意为麦琳做的，去配合的，但是有些事他就不愿意配合的。比如说他能飞到上海去给他去买青团，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就是说不行，我不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做了，他处在中间，这个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但是问题也没在麦琳的心盘上。有时候做对了，有时候没做对，是这个意思吧？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非常难，就是如果你事事都热情，你就变成杨紫这个样。事事都不热情，你就是刘吉手那样，有时候热情，有时候不热情，你可能就是李行亮那样，反正就是没有在三个女生的心趴上都没有。但是像李行亮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女生是能接受的。麦琳接受不了，那是麦琳的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李行亮的那种表达。就是我能理解有一个点，麦琳说的就是，每当我向他表达我的情绪的时候，他总是试图跟我讲道理。其实麦琳的本能，他说他一跟我讲道理，我就觉得他在证明我错了。所以他就觉得，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就是错了，李行亮是对的。但是可能女生会有一种应激反应，就是说你只要跟我讲道理，无论对错，我就觉得你就在指责我。他把态度不好，他把你讲道理这件事情等同于指责这个行为，所以李行亮只要讲道理，他就觉得自己在被指责，所以他已经有了一种应激反应。所以我觉得李行亮在某种程度上吧，
我觉得他俩的所谓谁操控谁，真的还不好说。就是说，怎么想说呢？曼玲的那种操控呢，是一种表象的操控，而李行亮呢，更像那个幕后的那个操控，就是他，曼玲能有的问题，会出现的问题，会产生的问题，都是在他的意料之内的，都是他能解决的范围之内的，就这个意思。而曼玲操控李行亮的部分呢，是李行亮允许的部分，不能允许的部分，他是可操控不了一点儿。所以说两个人还真是挺复杂的，有时候婚姻就是这样，你得知道对方的点在什么地方，你别瞎热情，热情过了头，反正肯定也是不好，对吧？我知道就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也是实名反对啊，就说不对，他这个性格他就是在 PUA， 就是抱着一个不好的目的。这个其实我也没有观察到这个有什么不好，他们三个人基本上相互信任的基础还是有的。没有到就是大家谁要坑害谁的这种程度上。如果真的是那个样，他三个就那种人夫妻也不会来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线下早就离了，对吧？做节目到现在吧，我现在已经有慢慢的也能放下一个心态啊，就是说，我觉得发现是这样，我们输出一个观点，或者是说一个看法，分享到平台上，它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有。就是你可以反观一下，即便是真理，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也是有很多人在反对的。何况我们说的也未必是真理，一个观点总会有人同意和不同意。而且我们说出这个观点以后，有人不同意以后，我也会反思，就是看到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哎，我们的观点是不是还不够全面，或者是某些地方有时候三观不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看法。这有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一定吧，就是。我们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是我们的一个浅的一个看法，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互相吸引吧，就是可能更容易吸引相同观点的人。其实大部分博主现在已经不输出观点了啊，有，我现在也有现在的趋势就是这个样，就是很多博主就会看到，哎，传到网上去，先看网友的评价，有一个风向，对吧？按照这个风向再去做节目，就站在这个大部分网友的角度上嘛，去骂这个人。要不如果是站在那个就骂那个人，然后其实就是还是围绕着这个观众的这个观点去做。一般大佬都会这样。对，因为他这个样就是最保险的嘛，对吧？就是说不容易让观众去骂他嘛，去指责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做法嘛。一种通透，我觉得是一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去看这个网络上愿意输出观点的博主越来越少。大部分就是想成为观众的嘴替啊，他就是在走这条路。观众的嘴替是什么样的？当然，可能现在的观众跟我们那个时候观众可能也会有区别，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去看一些观点性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大家很累，平时很累很忙，然后我也不需要去，你看所有的访谈类节目都在示威，都在示弱。对，就是你看这个鲁豫有约也好，圆桌派也好。然后13·1也好，这些原来就是很有名的这些访谈类节目，输出观点的节目，都是在越来越弱，取代的就是这些能造梗的节目，像《再见爱人》之类的。对，就是大家就是碰在一起，都是分谁就是最奇葩这个言论。所以说，就是时代也是在变化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变化，就像以前很喜欢看圆桌派啊、13·1这种，但是我现在慢慢的看圆桌派、13·1的时候，我慢慢的会发现他关注的那些话题哦，哎，是他的关注的话题变深了，还是我变浅了？有一种感觉，也会有一种这种自我反省吧，是不是我看的一些很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以后，我不太静得下心来去听他们那些很深的东西了？你知道为啥吗？有变化了，对。是大部分你关心的话题都不让说了，现在管得比较严，就是很多东西像那种需要审核的节目，压根审核不过，所以他们只能说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对，不痛不痒的一些话题，已经没有那么尖锐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说那种形式的节目基本上就越来越弱，大家就是全民的泛娱乐化，就比谁